往后8年级、9年级到现在更新的，他们现在形成一种矛盾感，他们所用的东西几乎都是中国大陆来的，他们追的华流对岸的明星啊，所以在他们意识形态里面成一种很大的困惑，所以越年轻的人躺平的比例跟倾向越高。国民党在台湾政权是没保住，但是反共教育倒是深植人心。像我们家胜利的长辈最常讲的，共产党就是土匪啊，他们会严重质疑你为什么去认同共产党，说我没有认同共产党，是告诉你现在共产党主政下的中国政府所带领的中国这个国家发展的怎么样，他都很难接受。大陆人从小就觉得我们对你们这么好，然后你们这样，他们没有办法跟你有这种情感共鸣，他们那边教育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是反共教育。所以说，当大陆人跟台湾人交流，两边的认知冲击很大。大陆从来没有公开讲过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陆的教育就说台湾是我们同胞。虽然说台湾的老百姓因为以前蒋介石或者那段内战的原因很反共，但是他不应该去反中呀，因为国家是国家的层面，而政府是政府的层面。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因为我是大陆人嘛，我从小受的大陆的教育。说实话，刚翻墙的时候，或者你刚出国的时候，其实就是你在思想上你受到的冲击是挺大的。刚开始翻墙看百灵果的节目，我是看不下去的。当他们说什么啊，你们中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听了就特别刺耳。也是过了好几年了以后，我现在能够比较心平气和的去看这样的节目。然后我现在对他们看法是有所转变的。我说转变不是政治立场的转变，就是说我比较能够静下心来听他们的一些说法。然后我的观察，我是觉得百灵果这个节目，他们确实是台独，他们的立场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会觉得仔细听他们说完话以后，尤其是那个男的，其实他内心是认可中华文化的，但是他纠结的点就是在于他就不喜欢共产党。然后凯莉虽然是台独立场，但是他对普通的大陆人他是没有恶意的，他们两个都没有。他们纠结的那个点在于中国要统一他们，然后他们不喜欢。然后我觉得凯莉他稍微有点过，因为我觉得他好像他是想跟中华文化完全做切割，反华和反中其实他们不是所有人的想法都是一致的，他们可能某些点是不太一样的。你说像二爷故事那个，他的底层他也不是反中，他可能就是喜欢民主制度。然后包括王志安还有百灵果，其实他们都是有底线的，虽然他们是台独，但是在台湾很多就是说搞台独的有一些人他是完全没有底线的。希兰他在他的直播里面讲了一个东西，我觉得讲得挺好的。他说民进党现在就是特别想去中华文化的原因，他理解的这个观点，其实我觉得也有这个可能。你说像几十年前台湾那个时候，像周杰伦那个时代的时候，其实你们输出的就是中华文化，但是现在这个东西随着时间推移以后，大陆把中华文化输出给抢走了，所以民进党他不愿意有这个中华文化的存在。然后我看那些人的那些评论，我觉得好可怕。我那时候抨击小粉红，其实我觉得那个青鸟跟小粉红很像，但是我觉得青鸟它更变态，你知道吗？就稍说你沾一点点关于中国的一点点东西，他就开始对你强烈的人身攻击。而且我的理解就是钟明轩他的立场其实没有改变，但是我觉得他改变的一点是他来到大陆，你们跟我们受到教育不一样，社会氛围也不一样，在文化上面他更有归属感。我想问一下，你们为什么不接受统一？是因为制度吗？我分几个层次讲，这个跟世代认知还有各个方面都有巨大。就像刚才2位高中生，他们文化认同上、自我认同上面可能还是认同文化上的中国人，或者是意识形态的中国人，但是你看他们还是会使用中国2个字。两岸这样分治长久下来，它必然造成一种分离性，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你知道人都是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第二个呢，一般人来讲，如果是大概7年级以前的，包含我受到比较深的反共教育的影响，所以这个在教育层次上有经过高张度的反共教育，所以他们对于共充满着2个字叫误解。那 Ken 跟凯莉就是这个世代的人啊，他们都比我还大，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就是深受。而且 Ken 跟凯莉他们其实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加拿大，他们是有双重国籍的嘛，所以他们受的教育又更加的离开了直接在第一线。像在台湾你可以看到台湾从1990年、2000年、2010年到2020年，我们对于中国大陆的变化跟感觉是站在第一线，即便隔了一条水，但没有那么的远啊。反过来思考，民进党为什么在反共又反中的时候，他可以用反共不反中去包装反共又反中呢？因为国民党在台湾政权是没保住，但是反共教育倒是深植人心，所以民进党把这个东西捡起来用嘛。你如果像我们家胜利的长辈啊，他们最常讲的共产党就是土匪啊，我想说天哪，他们会严重质疑你为什么去认同共产党，说我没有认同共产党啊，是告诉你现在共产党主政下的中国政府所带领的中国这个国家发展的怎么样。我哪怕讲这句话其实也违反我们宪法的框架格局，我哪怕用这种角
角度去论述，他都很难接受。所以这个在7年级之前的。那往后8年级、9年级到现在更新的呢，他们现在形成一种矛盾感，他们所用的东西几乎都是中国大陆来的，吃的可能比较少，因为现在我们严格管制嘛。但是 App 很多，现在新招进来的很多美眉在跟他聊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们追的华流不是台湾的艺人吗 ？No， 台湾什么艺人？别闹，台湾是啦啦队，华流追对岸的明星啊。所以在他们意识形态里面，其实形成一种很大的困惑。所以越年轻的人躺平的比率跟倾向越高，因为太复杂了。社会上一代的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告诉我们是中国很烂很坏，所以呢，与其这样，所以年轻人躺平的比例是最高的。除了他们自身不愿意上战场之外，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强烈的矛盾，这个是这样。好，最后就可以来回答你的问题了。年轻人没有话语权，就没有严重少种，所以他们本来就没有话语权，人数又少，社会也不重视他们，所以他们声音很小，而他们是体感在第一线的年轻世代。而现在占据社会中间主力发声权最大的有钱的当主管的，大多是最晚到1990，那再下去就没有了嘛，很难嘛。然后呢，主力5年级、6年级，还有一部分的7年级，而这些人呢，他可能不见在第一线，但他们拥有资源，他们拥有权力结构，他们拥有在金字塔主策的权利，所以有一些要往上走的人，需要一些资源的人，他自然而然就被吸引。这些人可能不见得就是去跪舔这些人，但是他在这个结构中要往上升的时候，他必须在意识形态上去 match 这件事。那结论就是什么？所谓的反统一，更极限的是意识形态牵流。另外一点是不想被改变，光这两个，然后再加上刚才宁为鸡首不为牛后，这3个点凑起来，铁三角难破。说实话，大陆也有洗脑教育，就是他从小教育我们台湾人是我们的同胞，然后我们要统一。当你真的跟台湾人接触，或者你去到台湾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从小知道那个东西跟现实是有差距的。历史哥这个 Discord 这个群，大陆人和台湾人容易吵起来，就是认知上有差呀。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跳出自己的那个认知，你去重新把自己归零，然后把对方当成一个白纸去认识他，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现实跟你受到教育是有差距的。翻了墙以后能听到不一样的声音，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情。其实你在一种思想下是很难有火花，很难有思考的，因为他要求的是你思想一致。当一个地方他要求你思想一致的时候，就不需要思考了，你听话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翻墙以来学到的一些东西吧。我想回应一下刚才有个弹幕说的，他说我把你当同胞，你把我当敌人。我想回应一下，可以不把台湾人当同胞，你可以把他当成朋友。就是因为从小到大受到教育，他说台湾人是我们同胞，是我们一起家人，所以当你看到台湾人说跟你不一样的想法的时候，你会炸。我说你要跳出你自己的认知去看这个问题，而不是说你站在一个你自己固有的一个认知，现实和你固有的认知是有差距的。我先补充一张图，得知中国一星期攻打台湾，你会做什么？第一个不是54%带着亲人离开台湾嘛？第二个只守家园但不参战的有31%嘛？然后等参战保卫家园的，只有我们的青鸟15%。为什么要跟你讲啊？很多事情啊，不是你们表面上看到的或者听到的，你必须要去了解。我刚刚听到说他为什么就是台湾人对统一很有芥蒂，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很重要，也没有那么容易就解决的问题，就是他的这个司法就是不独立的。他们曾经判决书是公开的，但是在前一阵子他就取消了。你要就是在台湾的这些人怎么样认同这种制度呢？我刚才去试了一下，是可以看的。大陆有一个叫做中国裁判文书网，对，这个网站以前是可以匿名访问的，它不需要注册，但是现在它需要注册。至少判决书查得到，只是你必须要实名下载。我觉得这合理啦，因为政府的官方网站实名，我觉得是合理的，不然滥用怎么办？跟大致听了一下，我有几点不同意。大陆从来没有公开讲过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说的是情感上的教育，但是问题是，台湾的这种情感上的教育根本就是违法，它根本就是违宪的。你想想这个事情不是我自己个人立场，我只是讲客观历史。我不是说所有的台湾人他没有办法跟你有这种情感共鸣啊，他们那边教育跟我们不一样。历史哥也说了，他们是反共教育，而且有的是甚至于仇恨教育。所以说，当大陆人跟台湾人交流的时候，有个很大的冲击，两边的认知冲击很大。所以大陆人从小就觉得我们对你们这么好，然后你们这样，就是说从客观的因素来讲，就是说虽然说我们大陆的教育就是说认为说台湾是我们的同胞，但是如果按正常的情况下，虽然说台湾的老百姓他可能因为以前蒋介石或者那段内战的原因，他可能很反共，但是他不应该去反中呀，因为国家是国家的层面，而政府是政府的层面呀。我大概就回应到这里吧。然后关于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啊，我稍微说一下，对于共产党来讲，台湾人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这件事情其实不是那么 care 的。老共一直讲的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他没有说台湾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好吧？我就补充这一点。